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Jack Swagger 的市场真相：看不见的手与脱缰的马。作者 Jack Swagger 曾任 Prudential Securities 期货研究主管以及 Fortune Group 合伙人，也是交易分析平台 Fundseeder 的联合创始人。他的《市场真相》这本书深入剖析了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律、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以及常见的财富管理误区。他厘清了大众对风险、收益与投资模型的长期误解，揭示了看似完美的回溯测试数据背后隐藏的生存偏差，并用大量真实发生的交易记录还原了市场运行的本来面貌。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那些每天都在发生却鲜少被看清的交易现实。很多散户习惯看电视，听专家的投资建议。2009年，美国喜剧脱口秀主持人 Jon Stewart 在节目中集中嘲讽美国财经频道 CNBC 的一连串错误预测，其中就包括私房钱 Mad Money 主持人 Jim Cramer， 但只挑出几条错误建议，并不能证明专家整体无效。于是3位研究人员 Joseph Engelberg、Caroline Sassaville 和 Jerry Williams 把 Cramer 在2005年7月至2009年2月给出的1149条首次买入建议全部拿来统计。如果按照节目播出前一天的收盘价建立荐股组合，它与整个市场的收益并没有显著差异。真正明显的是节目本身带来的短期影响。Cramer 推荐的股票在节目播出后的隔夜平均产生 2.4% 的超额收益。但如果普通投资者等节目播出后再跟风，在第二天收盘时买入，无论持有50天还是250天，组合都跑输大盘，年化收益率低 3% 到 10%， 其中持有50天的组合表现最差。也就是说，节目制造的关注会短暂推高股价，但这种 Cramer 光环很快就会消失。再看一个更长期的专家指标，财经节目主持人 Louis Rukeyser 在1989年创立了精灵指数 Lewis Index， 由10位专业分析师的看多或看空意见构成，指数范围从负10到正10。结果1990年10月指数跌到负4，专家集体悲观，市场却恰好处在熊市底部和随后牛市的起点。1998年7月指数达到正6，几天后标普500指数下跌 19%， 到1999年年底指数达到当时的历史高位正8，并在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裂初期一度升到正9。专家越乐观的时候，市场反而越接近高位。样本在扩大，结果依然类似。赫伯特金融摘要 Halbert Financial Digest 创始人 Mark Halbert 从1981年开始长期跟踪400多个财经通讯，从整个30年看，这些通讯推荐的股票平均每年跑输标普500指数 3.7%。 按照过去3年业绩挑出前 10% 的最优组，未来仍然每年跑输指数 2.4%， 改用过去5年业绩筛选，依然跑输 2.6%。 问题并不是所有专家都没有能力，而是投资者很难事先知道谁的优势能够持续。过去表现好，也无法保证未来继续有效。再扣除交易佣金、买卖价差和订阅费用，依赖专家荐股得到的实际收益还会进一步下降。如果专家不可靠，另一个常见想法是，至少市场价格应该是可靠的。但现实也没有这么简单。商学院里常讲的有效市场假说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认为，市场价格已经反映所有已知信息，因此市场定价总体上是准确的。互联网泡沫时期的宠物网店 Pets.com 却展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这家公司主要在网上卖狗粮和猫砂，这些商品重量大，毛利低，快递成本却很高。为了吸引顾客，他不得不把商品和运费的总价压到总成本以下，结果是卖得越多，亏得越多。即便如此，公司 IPO 后的市值仍超过3亿美元，
上市不到1年便宣告破产。宠物网店并不是孤立，从1998年年底到2000年3月，美国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指数在17个月里上涨了7倍，随后18个月又暴跌 86%。 很难用企业基本面的变化去解释如此巨大的先涨后跌。掌上电脑、Palm 和3Com 的案例更加直接。2000年3月，3Com 将持有的大约 5% 的 Palm 股份分拆上市。Palm 发行价38美元，上市首日一度涨到165美元，最终收在 95.06 美元。当时 3Com 仍持有 Palm 95% 的股份。按照两家公司的股本计算，每一股3Com相当于间接持有 1.5 股 Palm。 仅这一部分 Palm 股票价值就应该达到 142.59 美元，可3Com当天的收盘价只有 81.18 美元。这相当于市场给3Com除 Palm 之外的全部业务估出了负60多美元的价值。当 Palm 盘中涨到165美元时，这部分业务的隐含估值甚至接近负100美元。套利者当然看到了问题，于是买入3Com，同时卖空 Palm。 但 Palm 股票极难借到，借券成本也很高，因此这个明显的价差没有立刻消失。4个月后，3Com 剩余业务的隐含价值才从负数回升到10美元以上。市场价格不仅会错，而且有时会错得非常离谱。1987年10月19日，流动性更高的标普500远期指数单日下跌 29%。 与有效市场假说相伴的随机游走框架，通常假设价格变化符合对数正态分布。经济学家 Mark Rubenstein 测算，如果股票年化波动率为 20%， 单日下跌 29% 的概率大约只有10的负160次方，几乎属于数学意义上的不可能事件。但它真实发生了。当年广泛使用的投资组合保险 Portfolio Insurance 会在市场下跌时自动触发卖出，价格越跌，程序卖得越多，新的卖盘又把价格进一步压低，再触发下一轮卖出。市场变化不再只是对基本面新信息的反应，人类情绪、交易机制和流动性本身也会反过来推动价格。市场价格会骗人，历史业绩同样会。经济学家 Robert Shiller 构建的标普历史数据表明，投资者往往在市场上涨之后追加资金，在市场低迷之后撤出资金，但长期结果恰恰相反。把1880年以来的年份按照此前10年的平均回报分成4组。对于5年期投资，在高回报和低回报年份之后入场，结果差别不大。但如果持有10年、15年或20年，在过去10年回报最低的年份开始投资，平均年化收益率比在最高回报年份开始投资高出大约2个百分点。如果改用过去20年的平均回报进行分组，低回报组之后启动的长期投资，年化收益率比高回报组高出 1.4% 到 5.4%， 4种持有期限平均下来相差大约 3.5个百分点。只看1950年以后的数据，这种反差更加明显。按照过去20年回报分组，低回报组和高回报组之后启动长期投资的年化收益差距达到 6.6% 到 11%。 因此大势长期下跌，投资者最不愿意买股票的时候，反而往往比经历多年大牛市，人人都愿意进场的时候更适合启动长期投资。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行业选择上。每年买入标普10个板块中上一年表现最好的板块，最终净资产价值低于平均分配资金到10个板块。按照过去3年业绩选择，最优板块不仅跑输平均策略，甚至跑输过去3年表现最差的板块。按照过去5年选择，最优板块虽然获得最高的最终净值，但整个过程像过山车一样，标准差和最大回撤明显更高。把1年、3年和5年的选择结果综合起来，追逐过去最优板块的回报略低于平均分散投资，风险却明显更高。对冲基金也一样。
对冲基金研究公司 Hedge Fund Research 编制的23个策略指数显示，把过去1年、3年和5年的选择结果综合起来，追逐近期回报最高策略的期末净资产价值只有平均分配和投资近期最差策略的大约一半。单看过去3年的结果更加明显，平均分配策略的期末净值超过追逐最优策略的2倍，而投资过去最差策略的期末净值甚至达到最优策略的4倍。原因并不复杂，高利润会吸引更多竞争者进入，高收益策略会吸引更多资金而变得拥挤，大牛市还会把资产价格推离合理估值。过去的高回报不仅不能保证未来，很多时候反而已经提前透支了未来。历史收益会误导投资者，历史波动数据同样会。很多投资者把波动率直接等同于风险，认为净值走势越平稳，投资就越安全。但低波动率有时只说明，在这段历史数据里，真正危险的事件还没有发生。市场上有一类基金专门卖出价外期权 out of the money options。 假设股指在1000点交易，基金卖出行权价1100点的买入期权，同时卖出行权价900点的卖出期权。只要市场没有大涨大跌，多数期权最终都会一文不值，基金就能稳定赚取权利金。因此它的净值可能长时间平稳上涨，标准差也很低。但如果指数突然跌到800点，基金卖出的900点卖出期权，仅价格差就会亏损100点，再扣除此前收到的少量权利金。与此同时，市场恐慌又会推高波动率，让卖出的期权进一步升值，亏损迅速放大。平时很少亏钱，并不等于风险很小，这种没有在历史记录里出现过的风险就是隐含风险。流动性风险也一样，一个管理10亿美元资产的微型股基金，在正常市场里也许能稳定交易，但一旦投资者集中赎回，大量低流动性股票根本无法按照账面价格卖出，真正变现时的价值可能远低于此前报价。信贷策略则展示了另一种隐含风险。假设基金以 4% 的利率介入资金，再买入收益率 8% 的垃圾债券，如果介入金额和自有资产相同，也就是2倍杠杆，在债券价格不变时，总回报可以达到大约 12%。 只要信贷价差稳定或收窄，这种策略看起来会非常平稳。但危机发生时，信贷价差突然扩大，高收益债券价格快速下跌，资本损失可能远远超过此前赚到的利差，而杠杆还会继续放大这部分亏损。风险价值 VAR 试图把风险压缩成一个数字，比如 99% 置信水平下的日 VAR 为 3.2%， 意思是在大约100个交易日中，预计只有1天的损失会超过 3.2% 这个门槛。问题在于 VAR 依赖过去的波动率和资产相关性，并假定这些关系未来仍然成立。到了市场恐慌阶段，波动率会急剧上升，原本不相关的资产也可能同时被抛售，出现所谓的相关性趋近于1。这时，实际损失很可能远远越过此前计算出的 VAR 门槛。所以，低波动只能说明过去平静，不能证明未来安全。真正的风险评估，既要看历史数据，也要追问那些历史数据还没有表现出来的隐含风险。波动性不仅会让风险指标失真，还会直接吞噬复合收益。同样幅度的上涨和下跌，并不会让账户资金回到原点。第一年赚 50%， 第二年再亏 50%， 最后不是不赚不亏，而是本金缩水 25%。 即使维持相同的平均收益率，波动区间越大，最终的复合收益率也会越低。杠杆 ETF 把这种损耗进一步放大。交易所交易基金中的杠杆 ETF 会每天重新调整仓位，以追踪基准指数单日收益的固定倍数。从2007年到2011年，标普500指数 ETF 只下跌了大约 4%，
但2倍做多的超级标普500 ETF 却亏损超过 41%。2倍做空的超级做空标普500 ETF 表现更差，亏损达到 58%。如果用等量资金同时买入这2只一多一空的杠杆 ETF， 看上去市场方向已经被对冲，最终组合却损失了 99%。问题就出在每日仓位在平衡 daily rebalancing。 假设指数第一天上涨 10%， 第二天再下跌 10%，2天以后指数实际上亏损 1%。2倍做多杠杆 ETF 第一天上涨 20%， 第二天再下跌 20%， 最终亏损却变成 4%。 市场持续单边上涨或下跌时，复利效应有时反而会让杠杆 ETF 表现超过简单的2倍目标，真正伤害它的是反复震荡。市场来回波动的越频繁，持有时间越长，每日在平衡带来的复合损耗通常就越严重，而且做空杠杆 ETF 的偏离往往更大。所以杠杆 ETF 提供的是单日杠杆倍数，而不是长期收益倍数。想长期获得更高市场敞口，直接用保证金配置普通指数 ETF， 在很多情况下反而比长期持有杠杆 ETF 更有效。既然波动会吞噬复利，评价一笔投资就不能只看赚了多少，还要看为了这些收益承担了多少风险。只比较收益率，就像比较2家酒店的价格，却不看一个价格单位是美元，另一个价格单位是欧元。风险才是收益率背后的关键因素。假设2位基金经理都具备稳定的投资能力，其中一位基础策略收益较低，但风险也明显更低，另一位收益更高，同时风险也更高。如果把前一位的低风险策略增加到3倍杠杆，它的收益完全可能超过后一位，而风险仍然更低。这意味着真正值得比较的不是绝对收益，而是回报和风险之间的比例。夏普比率 Sharpe Ratio 是最常见的风险调整指标，用平均超额收益率除以收益率的标准差。但它有2个明显问题，一是使用算术平均收益，而不是投资者真正拿到手的复合收益；二是它不区分上涨波动和下跌波动。有一组对比很能说明问题。2位基金经理最终获得了相同的累计收益，其中基金 A 出现过3次超过 20% 的回撤，最大回撤达到 28%， 基金 B 的最大回撤只有 11%。 大多数投资者都会觉得 B 更稳健，但 A 的夏普比率却是 0.71， 高于 B 的 0.58。 原因是 B 有几个月赚得特别多，这些向上的大幅波动拉高了标准差，反而降低了夏普比率。也就是说，夏普比率会把投资者喜欢的大赚也当成风险进行惩罚。索提诺比率 Sortino Ratio 对此做了改进，它采用复合收益，并只计算低于最低可接受收益水平的下行偏离，不再惩罚上涨波动。但索提诺比率仍然不考虑亏损发生的顺序。2个分开的 10% 亏损和2个连续发生的 10% 亏损，在这个指标里没有区别。可对投资者而言，连续亏损显然会造成更深的净值回撤，因此还需要直接观察回撤。卡马比率 Kalmar Ratio 用最近3年的复合收益率除以最大回撤，但最大回撤只取一次最严重的事件，样本太少。收益回撤比率 Return to Retracement Ratio 则是用平均最大回撤，它在每个月都计算2种最坏情况，一是从此前净值高点持有到当前可能遭受的最大亏损，二是从当前买入以后一直到未来最低点可能遭受的最大亏损。两者取更大值，再把所有月份平均起来。有一组基金对比中，基金 E 的平均最大回撤达到 30%， 基金 F 只有 3%， 也就是前者的平均最坏状况达到后者的10倍，但基金 E 的年化收益率只比基金 F 高 1.3 个百分点。把收益和回撤放到一起看，两者之间真正的差距就非常清楚了。理解了回报和风险之间的关系，
再回头看杠杆，就会发现杠杆越高，风险越大，同样过于简单。假设有2只固定收益基金，它们在信贷风险、流动性和其他风险因素上基本相当。基金 A 使用很低的杠杆，持有的债券久期为10年；基金 B 使用5:1的杠杆，持有的债券久期只有1年。久期可以近似理解为债券价格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久期越长，利率变化带来的价格波动越大。如果只看杠杆，基金 B 似乎比基金 A 危险5倍，但基金 B 基础资产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只有基金 A 的1/10，即便叠加5倍杠杆，整体风险仍只有基金 A 的大约1半。脱离基础投资去谈杠杆，本身就缺少了风险的计量单位。杠杆甚至可以被用来降低市场敞口。普通多头共同基金把几乎全部资金买入股票，多头敞口接近100%，净敞口也接近100%，净值自然高度依赖市场涨跌。1949年，财富杂志记者 Alfred Jones 组建了一支后来被广泛视为现代对冲基金起点的基金。他没有单纯增加多头仓位，而是把杠杆和做空结合起来。例如，可以持有130%的多头，同时持有70%的空头。虽然总敞口达到200%，净敞口却只有60%，比单纯持有80%多头还低。这样一来，空头头寸在市场下跌时能够提供保护，同时又允许基金持有更大的多头仓位。Jones 在1952年把基金改组为有限合伙之后，又引入了20%的绩效费。对冲、杠杆和绩效激励这3个特征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现代股票多空型对冲基金的基本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杠杆没有危险。真正危险的是把高杠杆叠加到本身风险就高、流动性又差的资产上，或者在信贷额度随时可能收紧的情况下维持巨大头寸。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就是典型案例。它在最初4年里取得稳定收益，净资产大幅增长，但随后在1998年5月到9月的5个月里暴跌 92%。巨额杠杆叠加流动性风险，使原本看似稳健的价差交易在市场环境逆转后迅速失控。所以，判断风险时真正应该问的，不是用了多少杠杆，而是杠杆到底加在什么资产上，又被用来扩大净敞口还是降低净敞口。理解了对冲基金的运作结构，还有另一个问题：我们拿来评价这个行业的数据本身到底靠不靠谱？很多由单一对冲基金构成的行业指数，看起来拥有非常漂亮的长期收益，但这些数据里混入了多种系统性偏差。首先是生存偏差 （survivorship bias）。业绩好、持续经营的基金会长期留在数据库里，而亏损严重、最终清盘的基金更容易消失。这样统计出来的行业平均收益，自然会高于投资者真实经历的结果。其次是回填偏差 backfill bias。 新基金通常不会从成立第一天就向数据库报告业绩，它可能先运作一段时间，等到成绩足够漂亮以后才决定加入数据库。这时此前的优秀历史业绩会被一起补录。那些同期表现很差，根本没有选择上报的基金，自然不会出现在历史指数中。还有终止偏差termination bias。 一只基金如果在短时间内暴跌 60%， 并因此停止经营，它很可能在最糟糕的时候停止向数据库提供数据。这部分损失未必能够完整进入单一基金指数。对冲母基金 Fund of Funds FOF 的数据可以大幅减少这些偏差。FOF 真正把资金投资给多只对冲基金，因此只要他持有的某只基金发生 60% 的亏损，这笔损失就会真实进入 FOF 的净值。无论底层基金是否愿意继续向数据库报告，投资者账户里的亏损都不会凭空消失。用这种更接近真实投资结果的数据重新观察对冲基金，
结论会和大众的普遍印象很不一样。截至2011年年底的22年里，对冲基金研究公司的 FOF 指数年均复合回报率为 7.4%， 标普500总回报指数为 8.2%， 相差只有 0.8个百分点。但风险差异非常明显。标普500在2000年至2002年间最大下跌 45%， 在2007年至2009年间又下跌 51%。同期 FOF 指数只有一次主要下跌，幅度为 22%。FOF 指数的标准差低于 6%， 而标普500超过 15%。也就是说，对冲基金并没有产生传说中动辄 20% 以上的长期年化回报，而是牺牲了不到1个百分点的年均复合收益，却把波动率和最大回撤显著压低。FOF 可以让行业统计更接近真实，却没有彻底解决另一个问题：投资者买入传统对冲基金以后，账户本身仍然由基金经理控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个问题变得尤其突出。市场上的买家骤减，大量低流动性资产很难按照正常价格出售。面对集中赎回，不少基金启动了门协议。当一个赎回期内的赎回总额超过规定阈值，比如管理资产的 10%， 基金经理就可以限制投资者赎回，剩余部分推迟到之后处理。门协议一旦持续实施，投资者花2-3年才能拿回全部资金，并不罕见。对于暂时无法合理定价和出售的资产，基金还可以使用侧贷账户 side pockets。这些低流动性资产会被从主投资组合中隔离。申请赎回的投资者只能先拿回其他能够变现的部分，侧贷里的资产要等到未来能够清算时再处理。这个过程同样可能持续数年，而且最终拿回的现金还可能低于此前的账面估值。管理账户改变的是账户控制关系。在传统基金结构中，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基金本身由经理控制。在管理账户中，账户归投资者或投资者指定的代理机构控制，基金经理只获得执行投资交易的有限权限。结构合理的管理账户还会限制基金经理接触现金流入和流出。这样一来，投资者可以获得每日持仓透明度和每日独立定价，更及时地监控底层资产、风险敞口和杠杆变化。与此同时，锁定期、提前赎回罚金、门协议和侧贷账户等传统基金条款也可以被消除。账户所有权还能降低一类很难通过传统尽调发现的欺诈风险。曾经有一名基金经理与经纪商内部人员串通，在公开基金账户之外建立秘密关联账户。投资者、管理人员和审计人员看到的始终只是公开账户的数据，而隐藏账户不断积累亏损。最终欺诈暴露时，隐藏账户的损失吞噬了公开账户3/4的资产。在管理账户结构下，投资者直接拥有账户，基金经理没有权限私自把它与其他匿名账户连接起来，这类操作空间会被大幅压缩。不过，管理账户并不是没有条件，直接为单一投资者设立管理账户，很多对冲基金经理要求1000万美元甚至更高的投资门槛，而且这种结构最适合流动性较高、能够可靠定价的投资策略。对于本身就很难变现的资产，如果赎回条件被人为放得过宽，反而会制造新的流动性错配。因此，管理账户真正提供的不是绝对安全，而是在适合的投资策略上，把账户所有权、透明度、现金流控制和赎回权更多地交回投资者手中。市场真相拆解的不是某一种投资技巧，而是一整套我们习以为常的市场判断方式。专家建议看起来专业，长期统计却未必能跑赢市场。市场价格看起来精确，也会在情绪和交易机制推动下严重偏离基本面。近期高回报看起来最值得追逐，后续的回报和风险表现却往往更差。风险同样不能只看表面的波动率。
平稳的历史曲线背后可能藏着尚未发生的极端损失，过大的波动又会直接侵蚀复合收益。真正有意义的比较是把收益、最大回撤和风险调整后的回报放在一起看。杠杆本身也不是风险，关键在于它放大的是高风险的单边敞口，还是被用来建立对冲、降低净敞口。把资金交给机构管理时，也不能只看漂亮的行业指数，还要看数据里有没有生存偏差、回填偏差，以及自己究竟拥有多少账户控制权。说到底，投资者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某一次市场暴跌，而是那些未经检验却被自己当成常识的判断。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欢迎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最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